很不错。大多数人看到 Mac 屏幕上的刘海，反应应该都和我一样，这玩意太丑了。在真全面屏普及之前，这个刘海应该还会存在一段时期。这期我挑选了10款专为 Mac 刘海屏设计的 App， 从实用增强、装饰美化到直接消失，让我们在 Mac 的刘海屏上上雕花。哦不，是在 Mac 的刘海屏上锦上添花。当然没有刘海的 Mac 也别伤心，它们同样可以安装。本期介绍的 App 有点多，可以先赞后看。还是老规矩，相关的信息我都放在评论区了，欢迎自取。话不多说，让我们 Let Go。Dynamic Lake Pro 是那种本来你只想听个歌，结果一打开它，刘海就开始整活的 App。播歌的时候，它能直接把歌曲分面、音乐波形、播放进度条全部塞进刘海里，鼠标一靠近，暂停、切歌，控制按钮就全弹出来。如果觉得默认的样式太傻大粗 ，App 还提供了纤细模式，界面更窄一点，看起来更优雅一点点。但注意啊，窄不代表省空间，有时候还显得更挤。大而清晰还是窄而紧凑，你是更喜欢哪一种风格呢？不过别被它的音乐功能给骗了，这货根本不是播放器，我愿意称它为刘海中的操作系统 iNotch。哇哦！你在 App 上右键一下就能切换成信息模式。日历提醒、天气预报、系统时间，甚至会在日程即将开始时弹出通知。调音量、调亮度、开蓝牙，它能立刻弹出状态提示，甚至直接把文件拖在刘海上，它就能自动转移到指定文件夹或者 AirDrop 发给对方。最夸张的是，它在刘海屏里塞了一个文档转换功能 ，Word 转 PDF、图片转文本，这些操作全在本地完成，断网也可以用一下。总结一下 ，Dynamic Lake Pro 功能强到离谱，我甚至觉得 Mac 的刘海屏本来应该就是这样。Notch Note 名字看上去平平无奇，不过它能把你的刘海屏变成第二个桌面。播放音乐时，刘海上会直接显示分面、波形动画，看上去就是传统的音乐显示器操作。但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你可以用手势来指挥它，双指往上一滑，刘海自动收起；往下一滑，展开；往右滑，下一首；往左滑，上一首。暂停超过10秒。它会自动收起界面，把刘海恢复成原来的发型。但这还是前菜 ，Notch Dock 一共有2个界面，真正的主菜是它的 Nock 界面。这里简直是个全能的控制台，媒体播放器、日历、笔记、快捷指令，甚至摄像头预览全部挂在刘海里。媒体播放器支持播放、暂停、快进快退，日历一滑就能翻看日程。突然有了灵感，可以快速的在这里记录。还有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功能，摄像头预览。视频会议前，你可以提前打开它，看看自己的画面，调整角度，避免上线时对着天花板或者露出双下巴。App 的第2个界面，托盘模式。Notch Note 提供了一个临时文件收纳区，你可以把多个文件拖进刘海，集中处理、分类，甚至直接隔空投送。总结一下，听歌、记事、查日历、执行快捷指令、看摄像头、临时文件整理。日常操作最常碰的那几件事，全在刘海里解决了。The Falling Notch 它能让你的刘海不那么无聊。音乐控制这种基操就不展开讲了，暂停、切歌、快进快退，该有的都有。主要是我也编不出什么新词了，再介绍我就真的要吐了。中间区域是日历和任务提醒，自动同步系统日历，有啥重要会议或者行程，刘海上会弹出通知，不想看都很难。右边是静止功能，点一下打开前置摄像头，可以在视频会议前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画面，电池剩余电量也会显示在刘海中。你还可以把文件拖在刘海上，临时收纳一下，再通过 AirDrop 一键发送，不用切窗口，不用找文件路径，整个过程快速直接。总结一下，听歌、看日历、检查摄像头、电量监控、文件收纳，该有的功能一个都没落下。你说它和前面几款比有没什么特别的功能？确实没有。但重点是它是开源免费的，是不是突然觉得真香了？Peninsula 可以让你在刘海屏上切换应用窗口。当你按下 Command 加 Tab 的时候，它会把所有窗口按顺序铺在刘海下，继续按下 Tab 就会切换到下一个应用窗口。重点是一个 App 多个窗口，它也能全部给你展示出来，而不会像系统那样只会显示一个窗口。比如你在反达里打开了2个文件夹，在刘海上就是显示2个窗口。除了切换窗口，它还自带通知管理中心，你可以把聊天软件、邮箱，任何需要在刘海屏上显示通知的 App 加入到这里。当这些 App 有新消息到达的时候，就会在刘海屏旁边显示通知。不过说实话，这功能跟系统右上角的有点撞车，我是没想到有啥场景能用到。
要是你知道的，欢迎补充。最后一个功能就是作为一个文件的临时存放地，你可以随手拖文件进来，它会替你收着，保存1天，过期自动清空。App 有个小小的 bug， 不管我在 App 设置里切换成什么语言，它都只能是英文显示。Peninsula 可以快速的切换窗口，统一管理通知，以及临时存放一些文件。App 整体体验很丝滑，动画也做得很漂亮，让我一度以为是系统自带的 App。Whisper Keyboard 看名字就知道它是一款语音输入法。如果只是普通的语音转文字输入，那就太无聊了。它内置了 AI 大语言模型，可以在电脑的任何地方通过识别语音完成更多的事情，可以说是在刘海屏里装了一个 TNT。理解万岁！用法很简单，在任何输入框双击 Option 对着屏幕说话。今天天气很不错。记着点赞、分享并订阅 ，App 就会把你的语音转化成文本，显示在刘海屏的下方，同时插入文本到对话框中，自动断句、自动上标点。再次单击 Option 暂停输入 ，ESC 退出语音输入模式，同时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在左下方的弹幕区看到。虽然 App 内置了大语言模型，不过对于我这福建口音，好像识别度还能再提高一点点。App 也可以对你的文章进行润色，选中一段文本，长按 Option 说出你的要求 ，App 就会帮你自动改写，帮我改成更口语化一点。你也可以在设置中按照自己的场景添加不同的提示词，通过 Option 加 J 或者 K 进行切换。在 Mac 上碰到看不懂的内容，选中它，双击 Option，AI 就会帮你解读，这是什么意思？你也可以直接使用 Option 加 Q 进行截图，然后在左下角弹幕里去问 AI 这是什么。目前可以免费使用 ChatGPT、Cloud 这些主流模型。除了 AI 功能 ，App 也顺带把刘海屏的那些传统艺人打包了，播放控制、电量、文件面板。整体而言 ，Whisper Keyboard 是今天介绍的 App 里少数能把刘海屏玩出不一样场景的 App。不过 App 的功能太强大，导致了上手门槛非常高 ，bug 也非常多。比如我就碰到好几次按下 Option 一直转圈圈，文本框多次重复插入文本的情况。希望开发者可以持续优化，毕竟 AI 加灵动岛加老罗的 TNT， 有一种很奇怪但是又很合理的感觉。交个朋友，你交个 Notch， 跟前面那些花里胡哨、恨不得在刘海里跑马灯的 App 比起来 ，Drop Notch 就是清新又克制、小而美的代表。它没有花哨的动画，也不搞任何视觉欺诈，它的目标就一个，把你的刘海变成一个文件快递站。当你拖动文件靠近刘海，它底下就会出现一个虚拟的拖放区，你可以直接扔进 AirDrop 发给别人，也可以一键作为邮件或 iMessage 的附件发出去。当然，也可以手起鼠标落，直接拖去垃圾桶。整个体验干脆丝滑，有点像翻等的隐藏彩蛋。Drop Notch 不是那种看上去大而全的选手，如果你不喜欢 App 臃肿的功能，只想进行简单的文件管理的话，它就非常的适合你。MediaMate如果你早就看腻了 macOS 默认的音量和亮度提示，不妨试试 MediaMate。这款 App 提供了一套更精致、接近 iOS 的视觉风格，比如调节音量时会出现类似 iPhone 的音量条，还支持手势上下滑动调节大小，看起来更简洁也更顺眼。提示的位置也能自定义，像是放在系统的右下角，不挡视线，更像系统自带的通知了。除了音量，它同时支持屏幕和键盘亮度的调节提示，并且内置了一套键盘快捷键，让你快速调整键盘背光，再也不用一层层点进系统设置了。切换音乐时 ，MediaMate 也会在刘海下方弹出小提示，点击后直接调出媒体播放器，展示封面、进度条和播放控制，操作起来更直观。MediaMate 一共提供了经典、iOS、圆环、刘海4种风格的提示条，可以说是在样式这件事情上非常执着了。总结一下，如果你不喜欢太复杂的刘海功能，并且追求更统一、清爽的系统提示体验，尤其偏爱 iOS 风格，那 MediaMate 是个很不错的替代选择。Notchmaster 前面介绍的刘海屏 App 或多或少都有点作用 ，Notchmaster 就是纯整活的，它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实用性。把鼠标挪上去，刘海开始发荧光，太空堡垒卡拉迪加的赛隆光效，科幻片里的等离子泄漏，节日里的欢庆装饰，雷达扫描的动画波纹。很不灵动的灵动刘海，旋转跳跃我跳着舞的骰子，以及清脆的放屁声。Notchmaster 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让你的刘海整成各种发型。看到这，有的小伙伴可能要开喷了，上面那些功能都是上雕花，我就是看不了屏幕中间缺一块，强迫症犯了，难受。那你可以试试 Top Notch。
App 的功能也很实在，直接干掉刘海，视觉意义上的那种。原理很简单，自动给你换上带黑边的桌面背景，把菜单栏那一整条和刘海一起黑进黑洞里，用更粗的屏幕边框换来全面屏，这不就是对位了吗？还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它能给你的桌面背景加个圆角，细节拉满，整个屏幕看上去，你别说，你 Johnny Ive 看了都得点赞说一句 This is designed by Apple。对比前面介绍的刘海屏 App， 它们那曲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就看你是喜欢刘海还是大黑边了。Notch Simulator， 如果很不幸你的 Mac 没有刘海，但又想体验一下刘海的感觉，那怎么办呢？ Notch Simulator 能让不带刘海的 Mac 轻松体验刘海屏带来的快乐。点开之后，菜单栏正中间立马给你安排一个官方原装的刘海。更离谱的是，它甚至可以整一个比更大还更大的刘海屏 Max。App 搭配上 Studio Display 那硕大的边框，竟然意外的和谐。更骚的是，设置里还有摄像头模拟器，摄像头打开的绿色小灯也安排上了，甚至还有贴住摄像头的功能。我只能说，Notch Simulator 的开发者，你是懂用户的，给的情绪价值非常到位。OK。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点赞、分享并订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继续更新的动力。我是 Barry，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